母亲和妻子白月光的母亲同时患了癌症，唯一的特效药只有妻子的公司有。我本以为妻子会把药给母亲，可她却拿走了药给白月光的母亲。我母亲抢救无效，不幸身亡。我惊怒之下去找了妻子，却被她的情夫羞辱。在给母亲送葬的路上，我遭遇了那一年最大的台风，巨大的广告牌生生地把我砸死，钢筋插入了我的肺里。妻子崩溃地喊着我的名字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阿深，妈妈可能陪不了你太久了。母亲虚弱地看着我，她的头发已然花白，眼角眉梢的皱纹清晰可见。从前她是德高望重的教授，是桃李满天下的名师，此时此刻只是一个瘦弱的老人，甚至因为长时间生病躺在床上，他的肌肉都已经萎缩了起来，现在就连说话都很费劲。我握着他苍老枯瘦的手，眼里的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妈，你别担心，瑶瑶的公司不是有特效药吗？只要等他把特效药送来了，您就不会有事了，你很快就可以重回讲台了。母亲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容，可我知道这个笑容几乎是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。这时候，她突然昏了过去。我紧张地出去叫了医生，医生走进来，看见她的状况，瞬间脸色大变。傅先生，您赶紧叫苏总把特效药拿来呀！要是再不拿来的话，您母亲真就撑不住了。苏瑶答应我去公司里拿特效药，可是她说药出了问题，她现在去公司里守着，一旦确定可以临床使用了，马上拿给我。我相信苏瑶肯定跟我一样迫切要救母亲的，因为苏瑶不仅仅是我的老婆，还是我母亲资助到研究生毕业的学生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母亲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苏瑶创业，还帮助她逃离了原生家庭的那个魔窟。结婚那天，苏瑶哭着跪在母亲面前，说她把她当亲妈看待，她要用一生报答母亲。可是为什么这些天苏瑶都没有来？我给她打的电话一个都没有打通，可是现在马上要来不及了。我慌里慌张地给苏瑶打电话，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她才接。她自从成为了苏总之后，脾气就带了不少。她接起电话，语气极其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催催催，就知道催，又不是马上赶着去投胎。”苏瑶的话实在是难听，可我顾不得这么多。我猩红着眸子，话说的声音还有些颤抖：“老婆，不管那个药能不能临床使用，你都赶紧拿过来吧。”妈，她快不行了。苏瑶听到这话，不仅没有着急，反而嗤笑了一声：“上次去看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就突然不行了？”我告诉你傅深，你别给我装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不就是觉得我这么多天没有出现在你面前，满足不了你的控制欲吗？少拿你妈来骗我！我被她这么说，几乎要崩溃的大喊了：“苏瑶，我没有骗你，你赶紧带着药过来！”可是苏瑶的下一句话几乎要让我站都站不住：“没药了，我给江明辉他妈了。”江明辉是苏瑶大一时候的恋人，当时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，不过大二就因为江明辉出国读书而分手了。我一直都知道他们的事情，但我只把他们的这段感情当成苏瑶人生的一段小插曲。我曾经在苏瑶的包里看见过江明辉写的贺卡，但苏瑶告诉我，那只是留作纪念的，毕竟也算是曾经认识的朋友。我没有丝毫怀疑地接受了这个理由，毕竟我爱苏瑶爱得刻骨铭心，我理应全心全意地信任她。母亲也知道他们的感情，可她告诉我，苏瑶是个独立的个体。在我们相遇之前，
无论他做过什么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只要好好爱现在的他就好。可是为什么，苏瑶，江明辉居然不仅仅是你的过去，还是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？母亲啊，您劝我的时候，可有想到，正是因为他的这段过去，让您命悬一线？苏瑶，我妈真的快不行了，现在没有药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声音又低落又痛苦。我以为我都这样了，苏瑶应该明白我此时此刻承受着多么大的恐慌和害怕。可苏瑶不明白，她不仅不明白，还出声嘲讽我：附身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你妈命是命，江明辉他妈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更何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都是你们母子演的一出戏。不就是因为你最近吃醋，我和江明辉最近又见面吗？你别用你的小肚鸡肠来揣度我，你也不用携恩相报。我知道我创业的钱是你妈给的，但是不代表你们母子俩就可以控制我。苏瑶像是对我们积攒了很久的怨气一般，现在赚钱更多的人是我。你不要在我面前摆出来那副你们家是我的救命恩人的模样。他仿佛极其厌恶我们。我妈把她当亲生女儿，处处让我忍着她让着她。当然我也爱她如命，可是为什么苏瑶好像从未发自内心的爱过我，也没有把我们当家人？难道我真的只是她和江明辉分手之后迫不得已的慰藉吗？可我还没来得说些什么，苏瑶就几乎是愤怒地挂掉了电话。我甚至还听到了他那边属于男人的低沉嗓音，他跟谁在一起不言而喻。我想冲到他公司去拿特效药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根本来不及思考什么苏瑶是不是爱我这种问题。此时此刻，我母亲的命才是最要紧的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医生从手术室里面走了出来，他满脸的痛心：傅先生，您的母亲已经去世了。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。不可能，我妈不可能去世的！我疯狂地大叫，冲进了手术室里。可是里面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，母亲的脸上甚至还带着安详的笑容，仿佛她早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一般。妈，我搂着她的尸体痛哭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没有给你找来特效药。窗外的树叶落了下来，连同我的心一起飘落，化为尘土。我从未想过，伤我最深的人是我最爱的人。我伸出手，缓缓地将母亲的眼睛合上。我要去找苏瑶，我要告诉她，母亲已经去世了。现在我还残存着一丝希望，希望苏瑶在知道母亲去世的事情之后，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愧疚。至少母亲生前把她当成亲生女儿，她总得来送母亲一程。但我却没有在苏瑶的公司找到她。她的秘书告诉我，苏瑶在第一人民医院，那是全市最好的医院。之前母亲刚刚患癌的那会儿，苏瑶也说把她转到人民医院里，但母亲不想麻烦她，所以叫她不要转。苏瑶也没当一回事，直接就没有下文了。现在他居然直接把江明辉的母亲转到了第一人民医院，我这才知道，苏瑶若是真的上心，什么都能做到。我到医院的时候，江明辉和苏瑶两个人正其乐融融地陪着他的母亲。老太太看起来尖酸又刻薄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却不知感恩，还在旁边对苏瑶颐指气使。苏瑶，没想到你现在都混成公司老板了呀！以前和我儿子在一起那会儿，可还是一个贫困生呢。不过你是公司老板也没用，我儿子可是公务员，吃国家饭的，比你稳定多了。江母的脸上都是挑三拣四的刻薄，苏瑶却意外好脾气的在江母身边。阿姨，你说的是，明辉确实很好。江明辉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连忙呵斥自己的母亲
不要再说了。这时候我走了进去，眼底猩红，含泪望着他。苏瑶，你知不知道我妈死了？苏瑶看见我，眼里微微有些慌乱，毕竟她现在和江明辉待在一起。她慌乱的那个瞬间，江母尖刻的声音已经响起了：什么死不死的？你谁呀？你妈死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在我病房里面念叨这些不吉利的话，会气死了。苏瑶听到江母这么说，立马把我推了出去。出去说，别在这里招人嫌弃。她用的手劲很大，我差点一个踉跄摔到了地上。附身，我知道你吃醋我和明辉见面，但是你也看见了，明辉他妈躺在病床上，你能不能别那么自私了？他有些头疼地揪着自己的眉头。我之前听医生说了，妈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，可明辉的妈刚刚差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看向我的眼神，仿佛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禽兽一般。可是我妈也死了，我嘶声力竭地吼道。这时候江明辉走了出来，用一种略带着轻微不屑的声音说道：附身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妈明明没事，你在这里说她出事了，就为了不让瑶瑶和我接触吗？那你也太小肚鸡肠了。听到江明辉的话，苏瑶脸色瞬间变了，她直接伸手给了我一巴掌。附身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的脸上都是痛苦和难堪，可是我妈真的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苏瑶的脸上都是痛恨。你妈是对我很好，但我不至于卖命给你们了，给我滚！要去死就去死吧，关我什么事？走出医院的时候，我还是神情恍惚的，我几乎是悲伤到麻木了。苏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跌坐在地上，夏天的地板又烫又硬，却因为是雨天，还增加了几分潮湿。或许她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，而是她本来就是这副模样。曾经的清贫和困苦让她变成的温柔又谦虚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拥有了权势和财富，她再也不用看任何眼色。哪怕到了今天，我依旧不后悔爱上她。我相信母亲也不会后悔资助这个最让自己骄傲的学生。我最后悔的只是从未知道她的心中还有别人，还有就是我居然那么信任她，把母亲救命的药完全托付给她。我几乎要承受不住了，可我还是要给母亲办葬礼。举办葬礼的那一天，我抱着母亲已经火化的骨灰盒走在街上。那天是我们这个海滨城市最大的台风，剧烈的风几乎要把我吹起来。我和送葬的亲戚一起艰难地走在风雨中，可这时候，一个巨大的广告牌砸了下来，我来不及躲开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死死地护住了我母亲的骨灰。巨大的广告牌砸在我的身上，发出清脆的巨响。我的身上一瞬间就传来一阵剧痛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我的五脏六腑都被广告牌给生生压碎了，口腔中的鲜血不受控地吐了出来。广告牌上钢筋也砸了下来，其中一个尖锐的角狠狠地插入了我的肺里，那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承受过的痛苦。我死了，死在了给我母亲送葬的台风天里。我的灵魂飘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。这时候，我来到了苏瑶的身边，她正靠在江明辉的怀里。他果真背叛我了，两个人紧紧搂着，仿佛他们才是真的夫妻一般。瑶瑶，你离婚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江明辉眼里都是化不开的深情，可我却看见了明晃晃的算计。曾经他对苏瑶弃之如履，此时此刻的突然情真，真的不是因为现在苏瑶功成名就吗？苏瑶犹豫了一瞬间，微微点头。好，我找机会和他说，他是真的想离开我，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。我明明死了，可我的心为什么那么痛呢？就在这时候，苏瑶的电话响了，是我二叔打给他的。
苏瑶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阿深都被砸死了。苏瑶第一个反应就是厌恶的皱眉。二叔，怎么连你也帮着他撒谎？他要被砸就被砸死吧，我看他就是活该。他迅速地挂了电话，等二叔锲而不舍又打电话过来，苏瑶才勉强地接了电话。迎来的就是二叔大声的斥责：苏瑶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家阿深现在还在太平间里，肺都被刺穿了，你亲眼给我过来。苏瑶这才惊觉二叔说的不是假话，因为二叔是个老师，向来最文明不过了。他几乎是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眼里都是泪水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？他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太平间，我的尸体用一种残忍的姿态展现在他的眼前，我甚至有些不忍看自己，因为我的尸体实在是有些吓人。我几乎被广告牌压得死死的，整个人都是扁的，还因为五脏六腑受了伤，可以说是七窍流血。更有甚者，我的面容都有些模糊了，而我的肺上还牢牢地插着一根钢管，可以说是一具极其恐怖的尸体。苏瑶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瞬间就认出我了，他眼眶猩红，可是却极其反胃。他忍不住蹲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呕吐。附身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哦，他痛哭流涕。苏瑶向来最注重自己的外表，可是此时此刻，他完全不在意了一般。他像个疯婆子一样的蹲坐在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走到了我的尸体旁边。附身，他想要触碰我，却因为害怕和愧疚不敢动。他趴在我的冰棺旁边，失声痛哭：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还以为二叔骗我的，没想到你真的。对不起附身，我之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江明辉就站在苏瑶的身后，他伸手摸了摸苏瑶的头，让苏瑶对我的歉疚显得可笑无比。附身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会出事，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。这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心痛了，在苏瑶没有选择救我母亲，害死我母亲的时候，我就几乎对她死了心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要求她什么，可是那是我母亲的命啊，她怎么可以以为我在骗她呢？若是鬼可以流泪，我现在一定是痛哭流涕的。不过苏瑶，现在你应该满意了吧？我死后，你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的纠缠，就可以清清白白的跟你的白月光江明辉在一起了。苏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而江明辉把她搂进了怀里。瑶瑶，你别伤心难过了，像附身这种不体谅你，还用他妈去世这种话说谎骗你，他压根不就是一个好人。他现在走了也好，你就不用担心他纠缠你了，我们俩可以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。江明辉声线温柔，可说的话却极其刻薄。子消其母，这话说的一点儿也没错。江明辉的刻薄模样和他亲妈真是一模一样。苏瑶虽然难过，哭的时候几乎是揪着自己的胸口在大哭，可她听了江明辉的话，却渐渐地冷静了下来。她抬起头，眼里还有些泪眼朦胧。可是明辉，附身死的这样惨烈，我又怎么良心能安？又怎么能现在就和你在一起呢？江明辉把她搂着，轻轻地在她的唇上吻了一口。瑶瑶，没关系的，我相信附身会理解我们的，总不能他成孤魂野鬼，还要让你为了他守节吧？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？望着他们，我的心里一沉，甚至恨不得上身唾骂他们是狗男女。我尸骨未寒，苏瑶就和他的初恋情人在我的尸骨前卿卿我我，我甚至还看见江明辉恶劣地捏断了我的手指。他看似温柔，实则根本不是什么良善之辈。苏瑶被江明辉搂着回家了。出医院的时候还碰见了我二叔，
二叔几乎是用震怒的声音大喊的：苏瑶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难怪我告诉你阿申出事的时候，你那副态度，原来是在外面早就勾搭了野男人了。苏瑶本来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的，可是她貌似对我家人的厌恶已经深入骨髓了。听到二叔这么说她收敛起悲伤的情绪，反而声音高昂地和他对骂：二叔，请你把嘴放干净一点好吗？既然附身已经死了，我现在就是丧偶，法律有规定丧偶的女人要守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一家最没有资格指着我任何事。我有钱过后帮了你们多少？你现在来指责我，怎么不把我曾经帮你的钱吐出来？苏瑶自以为自己之前帮了二叔，态度就有些高高在上。其实他不过是借了二叔10万给他儿子治病。要知道，我妈给苏瑶用的钱可远远不止这些。我二叔也是个犟种，听到苏瑶这么说，愤怒地把卡扔给他，里面有6万，剩下的钱我分期还给你，我绝对不占你半点便宜。二叔愤怒地离开了。这时候，苏瑶的脸上不再是刚刚的痛苦和难过，反而露出了不屑和嘲讽。附身这些亲戚，一个个都觉得附身他妈当初照顾我、资助我，是给了我天大的恩赐，所以一个个都看不起我。哪怕我有了钱，我飘荡在苏瑶身边。这时候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他的想法。原来在他看来，我家这些亲戚一直看不起他，但是却小人之心，贪图他的钱。可是除了二叔向他借了10万，其他人根本没有麻烦过他。其实那10万还是二叔向我借的，不过我的收入全部都打在了苏瑶的卡上，就成了苏瑶借二叔这笔钱。他从来不问缘由，就觉得别人想要占他的便宜。这一刻我真正明白了，隔阂我和苏瑶最大的阻碍，可能从来都不是江明辉这个相当第三者的初恋，而是苏瑶的自卑和自负。他一直耿耿于怀，自己是靠母亲的资助才读完本科和研究生的，所以他觉得他一直矮我一头。可他又自负聪明，觉得自己混得比谁都好。这种痛苦的纠结，在日积月累之下，形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。他看到江明辉的时候，可能会想起他们情窦初开的回忆，可他想起我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亏欠。这一切都让他夜不能寐，所以他不愿意跟我生孩子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哪怕我爱他入骨，他也不愿意跟我多亲近几分。他的心里甚至还心心念着江明辉。江明辉柔声安慰他：瑶瑶，别管那些穷亲戚，这些人穷得发疯，当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以后你跟我一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被人欺负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就话锋一转：瑶瑶，你也知道我妈的病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，你能不能借我30万啊？我想开家店赚点钱。他的眼里露出了精明的算计，大概是这些年苏瑶钱赚得多了，觉得这30万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他转手就把我二叔给他的卡丢进了江明辉的怀里。他刚刚不是说里面有6万吗？你先拿去用，我晚点给再转点。江明辉立马激动地亲了苏瑶一口。谢谢你瑶瑶，你对我真好。苏瑶眼睛微弯，仿佛沉浸在了爱情当中。要是没有二叔刚刚和他的冲突，他可能还在痛苦我的离开。但二叔出现了之后，他却觉得我根本不配让他流泪了。我实在是太过于了解他了。不过我并不觉得二叔需要还这笔钱，但我二叔是个实心眼，他真就去东拼西凑了4万5给苏瑶。他来到我家，直接把卡给了苏瑶，里面有4万5，有5000是我给你的利息。我说了，我不占你1分钱便宜，
二叔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，他赚不了什么太多的钱，但是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为人实诚。苏瑶却对他的实诚不屑一顾。二叔，你说你跟我演有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富绅都走了，我知道你要这笔钱，这4万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对我来说，不过就是一顿饭钱。苏瑶高高在上，看待二叔的模样，就仿佛是上位者看待蝼蚁般的眼神。二叔当然不会接受他的施舍，他伸手狠狠地指着苏瑶：“苏瑶，你就这么没良心下去吧！我真不知道我嫂子和侄子怎么就被你这种婊子灌了迷魂汤。我要是他们，就带着你一起去死了。”二叔向来为人师表，现在是真的生气了。他知道母亲的死是因为苏瑶没给特效药，也看见了苏瑶在我尸骨未寒的时候和其他男人卿卿我我。在他的眼里，苏瑶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烂人。苏瑶却被他惹毛了。来人啊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，别在这里脏了我的眼。苏瑶，最脏的人是你吧？二叔被苏瑶的保镖钳制着。苏瑶听见这话，怒意更甚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说了。保镖是苏瑶养的，当然听苏瑶的话。他们狠狠地拿着棍子打断了二叔的右腿。我听到二叔痛苦的哼叫声，我在旁边看得揪心，我的魂体飘来飘去。你们别打了，别打我二叔了。可是我已经是鬼魂了，他们没有人听得见我的声音。苏瑶，你不得好死！当初我大嫂就应该不管你，让你这个孤女饿死街头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大嫂当初给你的钱，那是我大哥出事的抚恤金。听到这句话，苏瑶的表情才真正的松动了。她有些震撼地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苏瑶万万没想到，她以为的施舍，居然是母亲真正的大爱。没有人会想到，那是她丈夫的抚恤金，这不可能。苏瑶有些坐不住。这时候，二叔却大喊道：“你这种冷漠无情的人，当然觉得不可能。你但凡心里有他们母子俩，你也不会害死你婆婆，让你的丈夫戴绿帽子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怎么可能害死我婆婆？你就算因为要钱，你也不用说这种诛心的话吧？”苏瑶的脸上有些难看。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让人再废掉你另外一条腿？二叔几乎是癫狂地嗤笑了一声。原来你不知道，原来你真的不知道。你以为富绅为什么会被广告牌砸死？他又不是发了疯，台风天气出，那是因为他在给他妈送葬，那是我大嫂的葬礼。我就奇怪，为什么葬礼你这个儿媳妇不出现？后来才听医院的人说，原来是你把我大嫂的特效药给了别人。富绅这个孩子真的从小一有事就自己扛，从来没有说过你的一句不是。可我知道，就是你害死的我大嫂。要不是因为你把特效药给了你外面奸夫他妈，我大嫂明明可以救治的，她又怎么可能会死？二叔虽然被打断了一条腿，但是他却强忍着痛，在斥责苏瑶。他明知道苏瑶完全有本事再打断他的一条腿，可是他不怂也不怕，就要为我们母子俩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的泪都快要止不住了。这下轮到苏瑶惊慌失措了，她跌坐在地上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婆婆怎么会真的死了？我还以为富绅骗我的，我还以为他只是不想让我和江明辉见面。苏瑶整个人快陷入了绝望的崩溃之中，她一直以来的固有认知被打碎了。我还以为婆婆资助我，就是看上了我，想要我当牛做马，当你们富家的媳妇。二叔不屑地冷哼出声：“苏瑶，你自己想想，什么当牛做马？从来都是我那个傻侄子给你当牛做马，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付出。你享受着他们母子为你建造的乌托邦，你却觉得他们另有所图。
想要逃离他们。在我看来，你简直是愚蠢的无可救药。这钱你自己留着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傅家和你两清了。二叔拖着脚离开了，苏瑶这才良心发现，赶紧叫人跟上去带二叔去救治。二叔也没有拒绝，毕竟这是苏瑶亏欠他的，我总算是安心了几分。不过苏瑶却被二叔的话震惊了一次又一次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只能去找江明辉。可来到江明辉家，迎来的就是江母的各种挑刺。苏瑶，我听我儿子说你们俩又在一起了呀，这次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我勉强答应你们在一起了。不过我马上要当你婆婆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钱？意思意思啊。从前母亲只会给苏瑶钱，从来不会主动向她要。第一次被长辈要钱，苏瑶愣住了。好，伯母你想要多少？虽然苏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看清她的眼里露出来的深深的厌恶。曾经被我母亲那样的人爱着，她又怎么可能有办法接受一个恶婆婆？听说你很多钱啊，那给我100万不算什么吧？对了，你要当我家的儿媳妇，要学会洗衣做饭，还要给我磕3个响头改口。江母高高在上，仿佛已经死死地拿捏了苏瑶。可苏瑶纵横商场这么多年，又怎么会被江母拿捏？伯母，我是当你儿媳妇，不是当你们家的仆人。你这些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家务的话，我可以雇保姆来帮你们做。至于磕3个响头，我对我父母都没有这样。苏瑶脸上闪过厌恶，从前母亲对她多好，让她有多自由，此时此刻她就有多么厌恶江母的行为。可是江母不是一个善茬，她直接伸手狠狠地给了苏瑶一巴掌。小贱人，你想嫁给我儿子，还不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哪里让我不满意的话，我马上把你扫地出门。苏瑶反手给了江母一个巴掌。我是嫁给你儿子，不是嫁给你。这时候江明辉才出来打圆场。妈，你好好跟瑶瑶讲话，瑶瑶那么有本事，赚那么多钱，来我们家里为什么要做家务？江明辉拉着江母回了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江明辉从房间里面出来。瑶瑶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讲话不过脑子，你就体谅她一下好不好？听到江明辉的话，苏瑶总算是表情好了一点。傍晚，江明辉说做饭给他吃，让他尝尝他的手艺。苏瑶出门帮他买料酒，我想也是因为他不想跟江母待在一个空间里。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却听到江明辉和江母算计他的对话。妈，你对苏瑶态度好一点，我还打算让他给我500万创业呢。儿子，我也想对他态度好啊，可是他拽得跟200-500万的样子，我恨不得好好教训他一顿。江母的声音极其刻薄。妈，你就当为了钱忍一忍好不好？而且当初我为了跟默默在一起，和他分手，把他绿了的这件事情，好多人都知道。我就怕有一天东窗事发，我1分钱都捞不到。现在趁他信任我，赶紧多捞点钱。江母听到江明辉这么说，心情好上了不少。也是，那我就忍忍吧，找机会我要好好搓磨他一下。他一个乡下的土狗，怎么配得上我留学回来的儿子？当然，要不是为了钱，谁看得上他那副市侩样子？苏瑶眸子猩红，双手握紧成拳，他颤抖的都没办法动弹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我生前买的保险。当时我和他刚刚结婚，我就怕我比他早走，他的生活没有保障，所以我把受益人写成了他。他收到的那一刻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。阿深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妈妈，是我没有好好对待你们。苏瑶眼里瞬间露出了癫狂。江明辉，
他冲了进去，拿着刀子狠狠地插入了江明辉和江母的心脏。老钱婆，你早该死了！他杀完人后，冲出了小区，却被疾驰的大货车给碾了过去。我听到了他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对不起，阿深。我的心里很复杂，瑶瑶啊，我们到底是有缘无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